Hello， 大家好，這裡是百變小廚房。綠豆搭配紅棗是絕配，試了3天非常管用，方法簡單又實用。今天呢，來給大家分享我們的綠豆加紅棗的一個養生做法，能幫到我們很多的朋友。尤其是現在天氣比較炎熱，很多朋友总感覺特別的慵懶乏力，或者是我們平時吃飯胃口不佳，起床之後感覺不清爽，午後又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來的朋友，今天的这一個養生湯的做法，你一定要學起來。那麼說到綠豆，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見到的一種粗糧之一，也是幾大豆類之一，營養價值非常高，並且綠豆含有膳食纖維、多種礦物質，日常飲用可以補充雜糧類營養。我們準備1把綠豆即可，接着加入少許的清水，將綠豆打濕，然後用手輕輕的搓一搓。綠豆在整個生長的過程中以及晾曬的過程中，都會沾染許多的灰塵雜質，所以說一定要給它搓一搓。第一次搓洗並不是為了把它洗乾淨，因為綠豆直接用清水洗你是洗不乾淨的，咱們搓個1次。髒水倒掉後，直接加入1勺食鹽，然後用手輕輕的去抓去搓。綠豆裡面含有豐富的植物蛋白，這種植物蛋白區別於肉類動物蛋白，素食人群也能通過它補充蛋白質。除此之外，它還含有可溶性纖維以及粗纖維，可以增加飽腹感，延緩糖分吸收。同時，對於我們平時早晨上廁所比較困難的朋友來說，也非常的友好，並且綠豆它的熱量也比較低，也不會影響到我們其他方方面面。所以說，它其中所含的多種礦物質，也是很多食材都比不上的。比如說，它富含鉀、鎂、磷、鈣等微量元素。夏天出汗量大，那麼此時體內的鉀元素容易隨汗液流失，因此呢，我們夏季可以多吃一點點綠豆。你看，加了食鹽之後，這個綠豆就被洗得非常乾淨了。繼續將髒水倒掉，再換1次清水。用食鹽洗綠豆，其實它是有講究的。在大多數朋友的眼中，食鹽是調味品，其實食鹽它具有消毒殺菌的作用，而且是顆粒感，具有很好的摩擦力，這樣就可以把豆子表面長期洗不下來，粘在上面的一些比較頑固的灰塵雜質吸附下來。像這個樣子，綠豆就洗乾淨了，控水將它撈出來，直接將它放入到鍋裡面。綠豆的外殼比較堅硬，並且它的性子也比較寒涼。我們把它放入鍋中，現在開大火，用鏟子輕輕地翻炒2下，這樣既可以去除豆子裡面的部分涼性，而且呢可以加速豆子開花，熬煮出來的湯也會更加的甘甜好喝，豆子也更加的軟綿，容易煮爛。咱們用小火慢慢的去翻炒，把它炒透，炒至表面微微發黃即可，也不要炒糊了，炒糊了的話就會適得其反。表面的水分這樣炒乾之後，咱們轉到最小的火，再翻炒個30秒鐘左右的時間，表面微微發黃，並且此時我們站在鍋邊能聞到特別濃郁的這個綠豆的香氣，特別好聞，讓人感覺非常的清爽。翻炒好之後，我們現在往裡面加一點點清水，利用熱脹冷縮的原理，可以讓綠豆更加容易煮開花，煮出來的湯也更好喝。所以說這裡加的清水一定是冷水。此時咱們把火開到最大，蓋上鍋蓋來煮，把鍋裡面煮開之後，繼續煮上5分鐘的時間。接下來準備5顆紅棗，加入少許的清水，將紅棗打濕一點點，用手輕輕地翻動2下，接着也撒1把食鹽，家裡有麵粉、淘米水的也可以用上。紅棗也是日常十分常見的乾果食材，它的營養價值十分豐富，不管是烹飪、泡水、煲湯都非常的適用。咱們加一點食鹽，可以把它洗得更加的乾淨。
因為紅棗表面坑坑洼洼，直接用清水洗，那麼這些凹陷的地方就不容易洗好了。這樣抓拌大概30秒鐘左右的時間，繼續往裡面加清水，就可以把紅棗洗得比較乾淨了。想要它更加徹底的洗乾淨，我們再用流動清水沖刷一下。你看，現在每一個紅棗都锃光瓦亮，沒有一點點的灰塵雜質。紅棗放入盤中，用剪刀將紅棗一顆一顆剪開。紅棗含有豐富的碳水與天然果糖，它自帶的大量天然糖分能夠快速補充人體所需能量，尤其是口乾舌燥、感覺比較乏力之時，都可以適當的吃上一些紅棗，並且它的果肉與果皮中含有粗纖維，飽腹感也非常的強。除此之外，它還含有豐富的鈣、鉀、鎂、鐵等微量元素，尤其是其中的鐵元素，在以前也和大家分享過，对於女性朋友特別的有好處，並且它包含維生素 B1、B2、煙酸等多種 B 種維生素，能夠參與人體基礎代謝。棗肉、棗皮含有棗多糖、黄酮類植物成分，是紅棗獨有的營養特色。紅棗咱們全部切成這個樣子，先放一旁備用。此時鍋裡面也已經煮開了，揭開鍋蓋，看一看這個鍋裡面的湯水變成了這種的淡綠色，看起來就非常的漂亮。咱們將紅棗加進來。紅棗建議大家盡量把它的棗核去掉，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更要注意這一點，因為如果一旦棗核卡住嗓子，那可不是小事情。用勺子攪拌2下，接着咱們加一點點冰糖碎進來，有老冰糖用老冰糖，沒有老冰糖用單斤冰糖都行，家裡面有什麼冰糖用什麼冰糖。除此之外，大家還需要注意，咱們這裡加冰糖並不是為了單單的去提它的一個甜度和口感，因為我們冰糖它的營養價值也非常的高，在這一道養生湯中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說咱們千萬不要用白糖去代替冰糖，用處是完全不一樣的。但是如果你平时不能吃甜的，或者是不喜甜的，冰糖這一步咱们可以省略，攪拌均匀。咱們繼續蓋上鍋蓋，然後把它繼續煮上25分鐘的時間，盡量煮得越長，那麼我們紅棗還有紅豆還有綠豆裡面的營養成分就可以更好的被釋放出來。你看現在時間到，我們把鍋蓋揭開，將火關掉。剛才很多的水，現在煮得了大概只有1碗左右的一個湯水，此時的湯水營養價值就非常豐富了，能達到我們所想要的效果。你看綠豆也完全開花，現在我們就可以趁熱將它盛出來了，直接將它倒入到碗中。那麼裡面的紅棗、綠豆都可以一起吃掉，既可以增加飽腹感，而且呢對身體的好處也非常的多。這樣咱們的綠豆紅棗湯就做好了。在小時候，相信很多朋友家裡面自己的爺爺奶奶輩兒都給你這樣熬着喝了，尤其是炎熱的夏季進入3伏天之後，這一道湯經常都在飲用。看似簡單，它的用途卻一點都不簡單，蘊含着咱們老一輩的智慧結晶，學到就是賺到。現在有點太燙了，我來給大家試一試這個湯的口感，特別的清爽宜人，清甜可口。像現在天氣比較炎熱，一般情況下我們家做出來，我會放到冰箱裡面去冷藏4個小時，冷藏之後喝起來會更加的清爽解暑，口乾舌燥的感覺也沒有了，特別的好喝。你別說是我們家的大人了，就連小孩每一次都搶着喝，每一次煮出來之後啊，他連飲料都不愛喝了。習慣的朋友也可以收藏起來試一試，堅持一段時間你就能收穫滿滿了。尤其是我們夏天總感覺身上黏黏糊糊，特別不舒適的感覺，整個人不是特別利索的。那麼咱們的這一道紅棗綠豆湯你都可以去試一試。
這裡是百變小廚房，每天我都會給大家分享各種好吃的養生的美食，那麼喜歡的朋友都可以訂閱、點讚、轉發、分享出去。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明天不見不散，拜拜。